今天帮您带来第一手的 Realme X3 短评测，本期节目会专注在重点实测。同样，先从外观看起 ，Realme X3 在机背设计上采用会随着光影变化的斜曲线设计，机身手感边缘过渡平顺，是比较圆润的手感。机身配置上 ，Realme X3 没有 3.5mm 耳机接孔，电源键在右侧，采用指纹结合电源按键的设计，采用稍微突出的设计，切边有些割手感。而在速度上，实体指纹还是相对成熟，速度跟辨识率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同时支援脸部辨识。音量键则是在左侧 ，SIM 卡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双面双 SIM 卡的卡槽设计。正面萤幕采用康宁5代大猩猩玻璃，不支援防水防尘。Realme X3 在盒装上采用了 Realme 经典的黄色包装，随附配件提供了包含30瓦快充组、透明保护套以及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顺带一提，在开机设定上有一个小提醒，如果大家在使用后发现每天晚上10点，萤幕就会固定变黄，可是进入到 X3 的系统设定，发现明明没有开启定时护眼模式的话，可以回想一下，在首次设定时是否有透过设定程序还原其他手机上的资料。原因是目前在 Google 转移的过程中，会将上一只手机的定时护眼一起汇入到 Realme X3 当中。不过 Realme 采用的应该是自家的护眼模式设定，所以就会造成护眼模式设定一起过来，但是找不到选项可以关闭的状况。这时候就只能进行重设，并且在换机时不要透过 Google 转移资料，而是采用 Realme 内建的换机。萤幕部分会是这次亮点，但同时也是可惜的地方。Realme X3 搭载 6.6 寸 20:9 Full HD Plus 支援120Hz 高萤幕更新率的 IPS 萤幕，采用胶囊挖孔设计。惊喜当然就是 Realme X3 支援120Hz， 在滑动时能有更顺畅的体验。可惜的是 ，Realme X3 这块萤幕在亮度上稍显不足，而且在预设的萤幕显示效果上稍微偏冷且偏红。此外，在萤幕色温的调整选项虽然比较简易一些，但还是建议大家在入手之后稍微依照喜好调整一下会好上一点。在意萤幕表现的朋友，建议到现场看一下。整体来说有惊喜，但也有不足。顺带一提，目前 Realme UI 针对高更新率体验上的动画，邦尼认为还存在优化空间，期待 Realme 推出相关更新。而在音效上，则是搭载单喇叭，效果中规中矩，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而在效能上会是这次最大的亮点。Realme X3 搭载上一代旗舰级 SoC Snapdragon 855 Plus， 搭配 LPDDR4X 8GB 的 RAM 以及 UFS 3.0 128GB 的 ROM， 安兔兔跑分达到508560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可以在 Espany.com 上找到。散热部分则是拥有液态导热管，基本上大部分游戏顺玩没有太大问题。而在续航部分，拥有4200毫安时电池，支援30瓦快速充电。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只要大约1小时3分钟就能充满，速度上还是非常快。通讯上有 NFC， 可以进行 Google Pay， 支援2CA。值得一提的是 ，Realme X3 采用的是线性马达，在震动上还是比较利落。相机部分 ，Realme X3 由上到下分别是 f2.5 51mm 1200万画素2倍光学长焦镜头，接着是 f2.4 200万画素4公分微距镜头，再来是 f1.8 6400万画素主镜头，采用三星 GW1 感光元件，最后是 f2.3 16mm 800万画素119度超广角镜头。前镜头部分则是由左边f2.2 105度8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以及 f2.1 1600万画素自拍镜头。此外 ，Realme X3 支援最高20倍的混合数位变焦。比较特别的是 ，Realme X3 支援超级夜景 4.0， 除了有夜景模式外，也可以搭配脚架手动调整色温，最高32秒的快门及 ISO， 同时支援星空模式。录影部分，主镜头支援最高 4K 60fps 录影，而且特别的是，前后都有超广角镜头，所以都支援超级防手震。以下邦尼也提供几组跟 Pixel 4a 的夜拍样张。
上市资讯部分，目前 Realme X3 已经开卖，官方售价新台币19900。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